欢迎回来。针对欧美多国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实施制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周三发出严正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中方已公布相应反制措施，并召见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英国驻华大使，表明严正立场。中国驻德国、丹麦、比利时、荷兰大使也相继向所在国外事部门提出严正交涉。而对于欧方一些国家召见中国大使的无理做法，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三表示，欧盟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方有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是欧盟无理挑衅在先，中方正当正义反应在后。华春莹表示，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是非常清楚的。欧方只许自己任意抹黑攻击，甚至基于虚假信息和谎言任意制裁，却不许中方还嘴还手，这本身就是双重标准，这是霸凌、霸道和虚伪的表现。中方不惹事儿、不挑事儿，也不怕事儿，不会被讹诈。对于欧方一些国家召见中国大使的无理做法，中方完全不接受。中方使节们都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向欧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当地时间周一，法国外交部要求召见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对于这一要求，中国驻法大使馆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称，因为日程安排，卢大使今天不会去访问法国外交部，明天他将前往法外交部，就欧盟对中国个人实体的制裁决定和台湾问题提出交涉。至于法国外交部称中方不应该攻击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一些言论，我也想指出，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议会的民主，并不等于可以毫无根据、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胡说八道、造谣、诋毁、重伤别国。我们希望法方呢，应该对有关的学者进行约束，要求他们停止对中国进行造谣、污蔑和诋毁。此外，驻荷兰大使谭健周一就欧盟借口新疆人权问题对华制裁，向荷方提出严正交涉。周二，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驻德国大使吴肯、驻丹麦大使冯铁也分别向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欧方立即停止和纠正错误做法，避免进一步损害双方互信与合作。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也发表声明，严正批驳印媒涉疆错误言论。而针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长周二发表联合声明，称认同美加英欧的涉疆关切。华春莹表示，美国及其五眼联盟盟友的嘴脸不禁让人想起当年的八国联军，但这几个国家显然搞错时代，身子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对中国脑子还停留在19世纪末的晚清。他们显然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世界。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而且联合国有190多个成员国，五眼联盟等几个盟友代表不了国际社会。看看世界地图就知道，中国的朋友遍天下，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今天的中国啊，已经不是说这个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可能说啊这个妥协啊，不可能这个就是说你制裁我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应该知道，外交部也讲了，与法、与理啊、与实、与事实都不符合，肯定会影响到中欧关系今后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气氛。另一方面，针对 H&M 集团在官网的一份声明中，拿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宗教歧视等问题大做文章，并表示不与新疆工厂合作，抵制新疆产品。随后 H&M 碰瓷新疆棉花这一话题登上热搜榜。H&M 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为，激起广大网友的抵制情绪。多名艺人站出来表示终止与其合作。中国的主要电商平台也已下架其产品。公开资料显示 ，H&M 于1947年在瑞典成立，主要销售服装和化妆品。值得注意的是，央视新闻援引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消息，周二，根据使馆方面的提议，桂从友大使在瑞典外交部会见该部国务秘书里德贝里，就欧盟对华制裁向瑞典政府提出严正交涉。桂大使敦促瑞方和欧方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并立即纠正错误，不要以人权为借口，以人权教师爷自居，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外交部对此早已进行过有力驳斥，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新疆企业发展的怎么样，劳动者过得怎么样，新疆人民最有发言权。奉劝相关人士到新疆去走一走、看一看，就会有公正客观的评价，就不会被谣言蛊惑。分析认为，中国的反击来得又快又重，这也是许多欧洲国家感到十分震惊的原因。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欧盟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更多是象征性的，但中国对欧盟的制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级别上，都远超欧盟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比如，中国对欧盟的制裁名单中就包括了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这样的顶级机构，该委员会是欧盟理事会辖下处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常设机构，由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组成，职责包括监察国际环境、协助定义政策、监察政策执行和协调危机应对。平常每2周开会一次。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欧洲版形容，该委员会是中方制裁的最重要实体。受此影响，欧洲议会决定取消原定周2有关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会议。该协定必须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按照原先计划，协议力争在2022年法国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予以签署，并交欧洲议会批准通过。对于欧洲议会拿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说事儿，华春莹在周3的记者会上也给予了回应。中欧投资协定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赐，是互利互惠的。它不可能影响到中欧之间的这样一种安排，因为如果出现说影响的话，那就说明欧盟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他们被一小部分反华势力绑架了欧盟跟中国的关系，这个对欧盟的长远发展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事实上，近年来中欧关系发展本来还是比较顺畅的。2020年，中欧领导人多次进行视频对话，共同讨论全球合作抗疫。中欧还在去年年底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以德法为首的欧洲国家也多次表态不站队。分析认为，欧盟这次忽然对中国出手，一方面凸显了欧洲人权教师爷的焦虑不自信心态，另一方面也有在中美之间搞待价而沽的意思。在经贸这个层面上面呢，欧盟可能会仍然希望要继续维持与中国之间的一个密切的联系，因为欧盟的经济的发展，欧盟进一步的未来的一个技术与产业的升级，他们仍然希望能够从中国这边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所以欧盟主要的成员国，它一定是两边摇摆，一定是两边下注，它一定是机会主义的。美西方国家多年来强行打人权牌，借机搞乱他国，伺机策动颜色革命，造成无法愈合的政治、经济、文化创伤，成为世界公害。当地时间周2，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出的一份促进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赢的决议获得通过，表达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周3，国新办也发表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自诩人权祖师爷的和卫道士的美国，自身人权记录差到令人不齿。周2，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通过由中国提交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决议呼吁各国坚持多边主义，在人权领域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加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促进合作共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决议还主张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疫苗。这次疫情再次表明，各国必须加强协商与合作，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以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和平与发展，实现人人得享人权的目标。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中国自2018年以来第3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并获得通过。纽约时报在2018年的报道就指出，这是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话语权渐增的表现，但一些西方国家却对中国提出决议感到惊讶。事实上，西方国家经常沆瀣一气打人权牌，造成打群架的效果，其本质就是企图强力干预他国内政，打击外国政府权威，进而
而搞颜色革命，将地区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周二，英国等国牵头，又打着人权的幌子，提出攻击斯里兰卡政府的决议草案。中国代表投下反对票，并仗义直言，指出斯里兰卡政府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民族和解，打击恐怖主义。攻击斯里兰卡政府的决议草案是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典型例子。面对西方国家狼狈为奸，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反对西方势力打人权牌。3月12号，64个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上做共同发言，主张各方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合作，促进与保护人权，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做法，要求停止任何借口人权问题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行径。发言还表达了对中国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上的支持。此前，白俄罗斯等71国也在一份共同发言中对西方对中国打人权牌表达抗议，多个国家还单独发言支持中国政府。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过去以世界警察和人权祖师爷自居，四处开火打人权牌，但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2018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但今年2月8号，拜登又宣布美国重返这一组织。分析指出，美国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态度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显示在美国眼里，所谓人权就是一个政治工具，但给不少发展中国家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伤痛。国新办周三发表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约1.5万字的报告，6个方面揭露美国人权的现状。报告指出，美国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的5%，但新冠确诊患者超过全球总数的25%，病亡者占近20%，超过50万美国人死亡。美国政府应对此负责。近年来，美国政治和社会撕裂，民主失序，引发巨大危机，引发全球担忧。金钱扭曲真实民意，美国人对美国民主的信心降至20年来最低点。报告还提及，美国少数族裔遭受系统性种族歧视，处境艰难。虽然拜登政府刻意强调多元化，提拔一些少数族裔的人担任要职，但一些被委任的人指出，美国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仍然根深蒂固。非洲裔的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在晋升时屡屡遭到质疑，还有多次身为4星上将的他出差时，对方却往往以为同行的白人下属才是将军。美国首位非洲裔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在视频中指出，美军中的种族主义无处不在。I'm thinking about how my nomination provides some hope, but also comes with a heavy burden. I can't fix centuries of racism in our country, nor can I fix decades of discrimination that may have impacted members of our Air Force. 华春莹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权利和尊严。相比之下，美国少数族裔的境遇才是一把辛酸泪。美国人民选出的这些议员和政客，难道不应该为他们的人民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实事儿吗？请他们首先确保弗洛伊德们能够自由呼吸的权利，确保亚裔摆脱歧视、仇恨、犯罪的噩梦，不再生活在恐惧里，确保50多万美国人死于疫情的悲剧不再继续，让美国所有人都能够享有生命权、健康权。欧洲理事会主席表示，拜登本周将出席欧盟视频峰会，就欧美未来合作发表看法。上任后首次访欧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约外长会议上老调重弹，声言重振北约，修复与盟友关系，并再度拿中俄说事，鼓动北约团结应对。美欧关系修复是否已步入快车道？欧洲在对华态度上存在严重撕裂，一方面追随美国打人权价值观牌，另一方面又希望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如此盘算能成事吗？崔磊深入解读。自拜登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填补特朗普政府在外交领域埋下的坑。如今轮到北约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后首访欧洲，在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期间，他表示希望能重建和盟友的关系，并多次提及中俄，声称北约要在应对中国军事崛起和俄罗斯试图破坏西方稳定方面团结起来。但外界就注意到，在伊朗、阿富汗等问题上，各国利益不一致，依然争论不休。美国甚至还威胁要就北溪2号项目制裁德国。
北约成员国外长周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会前先来一次保持社交距离的大合照，而与会者中最令外界关注的莫过于美国务卿布林肯。众所周知，过去4年，美国与北约关系疏离。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指北约是一个过时、分化和处于危机的国际组织，而上任后首次到访欧洲的布林肯毫不掩饰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策略对北约造成的不利影响。他表示，自己正在寻求修复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造成的损害。在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见面时，布林肯称希望修补关系。The main reason I'm here is to reaffirm strongly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NATO, to this alliance, and to our partnerships. We're determined to revitalize our alliances, to revitalize our partnerships.Starting with NATO.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对美国的这番表态表示欢迎。他认为北约已经重新找到了更好的自我，并称没有北约就不会有欧洲防御，没有欧洲人，北约就不是高效且有意义的组织。相比起拜登上任之初，目前美欧关系的修复进程似乎比外界预想的快。周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即将举行的欧盟视频峰会，拜登将就欧美未来合作发表看法。米歇尔说，现在正是时候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米歇尔的顾问表示，周4的视频会议可能涉及的议题包括抗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以及经济数字化转型。目前尚不清楚拜登的参会时间。白宫则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将与欧洲领导人接触，希望重振美欧关系，共同努力抗击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深化贸易和投资关系。此外，他还会谈及中国和俄罗斯相关话题。而在此次北约外长会上，布林肯也明确表示，美国希望重振北约，宣称中国在军事上的崛起和俄罗斯试图破坏西方稳定，要求北约团结起来。Something we should note in terms of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not going to back down.They have very clear where they're going. They're trying to build among our allies in Asia and in Europe a common agenda with regard to China.斯图尔滕贝格也多次点名提及中俄两国。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中国的崛起为北约国家提供了新机遇，例如在贸易和成员国的经济、气候变化等方面。但他强调，中国也是一个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崛起中的大国。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斯图尔滕贝格称，部长们还寻求与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应对中国崛起的后果。从行动上看，美国在拉拢欧洲盟友对付中国上似乎找到了一些共同话题，如欧盟和英国先后追随美国脚步，在涉疆议题上无理对华制裁。然而，单靠这一事件还远不能给中欧关系定下调子。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就评论称，中欧关系的紧张局面给了美国加强与欧盟深化合作、针对中国的机会，但面对欧盟最大的商业贸易伙伴之一中国，欧盟对美国提出的合作另有考虑。有观察认为，从根本上说，欧洲领导人仍然对冷战式的遏制中国深表怀疑。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今年1月就曾表示，他非常希望避免建立集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称，希望避免出现共同对抗中国的局面。以人权和价值观作为这个美欧关系的粘合剂呢，还是可以说是它这个粘合的强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回首当年冷战，美国之所以能把欧洲绑在它的战车上，和苏联进行长达将近40年的冷战，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双方具有这个相近的这个价值观、文化传统。当然，他心里会很纠结，担心会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会导致双方关系这个恶化，从而溢出到经济领域，影响双方的这个经济关系。另一方面，美欧之间也存在着诸多无法弥合的问题。在此次北约外长会上，自称是来倾听和协商的布林肯却表示，自己将在与德国外长马斯的首次面谈中警告他，美国可能就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制裁德国。布林肯给出的理由是，北溪2与欧盟自身的能源安全目标相矛盾，可能会损害乌克兰、波兰和其他盟友的利益。他此前曾威胁制裁参与北溪2项目的投资与建设公司，
目前已有近20家企业退出，其中多数为保险商。奥地利 OMV 公司 CEO 莱纳斯勒周日在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北溪2对欧洲天然气市场供应安全至关重要，欧洲有责任自行决定项目存废。他强调，欧洲与美国是多年盟友，但盟友间不应相互威胁。长达1230公里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已经完成90%的管道铺设，该工程每年可以向德国输送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在项目支持者看来，美国的阻挠只是为了方便向欧洲出售自家的天然气。德新社认为，美方选择在这一时机再提这一要求，格外具有爆炸性。伊朗、阿富汗也是美欧争论的焦点，许多欧洲国家对美国制裁伊朗深感不满，认为这导致他们的企业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军从阿富汗撤退是否会导致塔利班重返暴力，试图使用武力掌权，都让欧洲国家忧心忡忡。此外，新冠疫苗也是美欧之间的潜在矛盾点。针对新冠疫苗的分发，拜登政府此前强调，当美国国内实现一定程度的群体免疫后，才会启动对外援助。而欧盟方面也在考虑阻止疫苗出口。据悉，欧盟委员会将发布一项疫苗出口新规，一旦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疫苗生产国阻止疫苗向欧盟出口，欧盟也可以禁止疫苗出口至这些国家。观察认为，美国意图重挑集团对抗，再拉小圈子，但却坚持强加自身利益于欧洲各国之上。北约盟友是否能实现协调一致，前路未知。 The absence of military commitments in the region, of course, creates a slightly different set of priorities. For my own country, for Germany,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probably even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for the United States.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布林肯出访布鲁塞尔，在北约外长会议上再度拿中俄说事儿，而本周拜登也受邀参加欧盟视频峰会。那您是如何来看美欧关系再度升温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美2+2会晤之后到访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本周拜登呢将受邀参加欧盟的视频峰会。我们在联系到之前七国集团首脑视频会议，可以看到，在1个月时间里面，美欧关系迅速升温，甚至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蜜月期。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冷淡的美欧关系得到迅速的修复，其速度呢也确实超出了外界的预期。我想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首先就是特朗普任内极大的破坏了美欧关系。不仅特朗普与欧洲大国领导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都比较冷淡，而且呢，特朗普挑战了大西洋共同体的基础。比如说北约，特朗普一上台呢，就认为北约已经过时。在任内特朗普最关注的是北约成员国军费支出的问题。而且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特朗普下令美军要从德国撤军，这一系列的动作让北约的合法性和集体行动的能力都受到了质疑。另外呢，特朗普代表了一种极右翼的政治思潮，与欧洲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呢有非常大的偏差。而拜登上台之后下令停止从德国撤军，充分肯定了北约成员国做出的贡献，重申北约第5条集体自卫的承诺。此外，拜登上台之后呢，大力推动人权外交，大张旗鼓地鼓吹欧美的共同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呢，寻找和重塑大西洋两岸的最大公约数。第二点呢，就是拜登上台之后大力调整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唯独对华政策呢，几乎是全盘继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欧盟最近1-2年，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对华的态度和政策都在调整之中。拜登上台之后，将中国威胁作为修复同盟关系的纽带，无论是在印太地区还是在大西洋两岸都是如此。与美国一样，欧盟在2019年出台了一份文件，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的竞争者。所以在对华政策方面，欧美是趋同，而且是共振的。第三，就是拜登为了达到修复同盟关系的目的呢，一方面是寻求共同的威胁，比如说中国、俄罗斯，尤其是对俄关系，拜登将俄罗斯视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不断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呢，拜登对于美欧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采取了回避或者是暧昧的态度。我们关注到，在最近2个月内，拜登政府几乎没有谈到美欧存在的一系列长期而重大的分歧。
也就是回避了美欧之间影响团结的因素。第四就是欧盟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也在探求战略的转型，就像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推动的欧盟要成为一支独立的地缘战略力量。但是受到美国的压制，现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拜登上台之后获得了尽情表演的机会，将中国威胁作为推动北约转型的动力。目前呢，美欧协同对华打所谓人权牌、价值观牌，正围绕涉疆问题展开激烈博弈。法德两国都召见了驻华大使，提所谓交涉。今天华春莹再批欧洲方面搞双标，您对此有何评论？美欧关系修复的速度的确是非常快，但是不能够忽视美欧关系的限度。当前我们看到欧盟和除新西兰之外的五眼联盟协调一致，共同对中国采取了制裁，似乎形成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挤压的态势。但是呢，这只是中美欧三方关系的一个侧面。拜登上台之后，能够在个人层面迅速的修复美欧关系，这是超跌之后的修复，也是短期的现象。美欧关系止跌反弹的限度呢，取决于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以及中美欧三角关系的构建与互动。第一，就是毫不否认，现在美欧在人权外交的问题上形成了统一的战线，炒作新疆事务，这也是对特朗普政府时期人权外交被搁置的修复或者是弥补。在欧盟甚至出现了一种声音说，不会因为经济利益而放弃价值观。第二呢，就是美欧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分歧和矛盾，只是因为拜登政府的回避态度而暂时被掩盖。但是这次布林肯访问布鲁塞尔的时候，其实已经露出了端倪，一个就是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问题。德俄之间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呢，已经完成了超过90%。特朗普政府的时候就反对北溪2号，并且威胁要制裁德国相关的企业。北溪2号绕开了东欧国家，布林肯认为这一管道给乌克兰、波兰等国造成了损害。其实呢，就是要把德国编织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网络之中。第二，就是拜登上台之后，欧盟尤其是欧洲大国对于美欧关系的认知以及欧盟自身的定位会不会发生变化。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呢，欧盟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不能够再单纯的依赖美国，而是要推动欧盟成为独立的地缘战略力量。对于这一点呢，欧洲人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第四，就是布林肯此次外长会议没有谈及，但是依然是欧美关系焦点的，那就是防务经费分摊的问题。虽然北约秘书长鼓吹说中国与北约很近，但是北约呢，终归是大西洋以及欧洲地区的军事集团。当面临利益的时候，各个成员国选择还是理性的。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拜登上台以后美欧关系的快速升温，也没有必要高估和夸大欧盟与五眼联盟对中国采取的所谓的制裁措施，以运筹中美欧战略三角关系的视野和耐心去推进和发展中欧中美关系，保持中国外交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好的，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认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杀手的说法，引发美俄之间新一波你来我往的攻防，两国关系也被认为降至新低点。对于普京要通过直播对话跟拜登聊聊的邀约，白宫方面以拜登相当忙为由拒绝了。对此，俄方表示遗憾，认为美方已经错失良机，要对目前事态负全责。俄罗斯外交部周一发表的声明中称，普京本想通过与拜登的连线对话，缓解积累多时的双边问题，并对两国战略核稳定议题进行协商。然而，华盛顿方面并未接受这一提议。声明称，缓解俄美两国外交僵局的又一次对话机会被浪费，更别说这一局面本身就是美方制造的，美方应对拒绝对话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周二在推特转发这份声明时留言表示，一件事是侮辱对方和散布谣言，另一件事则是参与有意义的现场讨论，并试图证明你的指控。很明显，拜登政府根本没有这个胆量参与讨论。
美俄这轮较量源于上周二，拜登当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专访时，同意主持人有关普京是一个杀手的说法，还说普京会为干涉美国2020年大选付出代价。俄方随即召回驻美大使安东诺夫，以讨论俄美关系前景。2天后，普京在接受俄罗斯24新闻频道访问，回应拜登的言论时，就对拜登说保重，祝愿拜登身体健康。普京还强调，这绝不是讽刺或者开玩笑。与此同时，普京还邀请拜登在上周五或者本周一举行公开对话，但条件是对话必须以直播形式举行，并且要真诚。俄外交部随即透露，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这场对话。不过，美国白宫在普京邀约的当天，就以总统很忙为由表示拒绝。但是俄罗斯通过这一方面是体现可以说是普京的这种态度，另外一方面也是可以说做这种姿态，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但伸出橄榄枝你不接受，那么问题就在于你美方了。所以我们也现在看到，俄罗斯其实可以借此来展示，一是外交上的这么一种它的这种宽容，另外一方面呢是外交上的娴熟，同时呢也可以说在这个国际舆论场上可以让美国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这点也从中也可以显示出来，普京和俄罗斯政府在外交上处理事务上的这种娴熟和这种老练。美俄媒体对美方拒绝普京提议也展开热议。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汉尼提就挤兑道，拜登就任后被媒体保护得太好，他的真实水平在一场公开辩论场合可能很容易露马脚。前总统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也发推称，俄方的这场邀约正是看到了美国的弱点。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则对拜登的精神状态提出疑问，认为不光拒绝与普京的对话，就连上任后的首次记者会，拜登也要拖到3月25号才举行，是担忧自己撑不下来长时间的活动，说不定会出现思想神游的状态。此外，众所周知，如今的美国已经是内忧外患，新冠疫情已经让拜登焦头烂额，还有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以及移民问题、族裔问题等乱局，都令拜登困扰不已，自顾不暇。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拒绝与俄对话后的补充说法，美方坚信美俄之间将继续在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求解决之道，也给外界一些想象空间。不可能在短期之内美国会对俄罗斯示好或者是示弱，那么也很难看到美俄关系能够得到任何有效的缓解或者是提升。未来美俄关系甚至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紧张加剧。美俄之间还有几个动向值得关注。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周二就披露，2月22号，4架美国空军的 B-1B 战略轰炸机在挪威着陆，这是美国首次在该国部署轰炸机。此后，美国轰炸机部队就一直在当地开展行动，包括首次在波兰和挪威的北极地区着陆。美国空军表示，这些历史性的首次部署，同时向盟友和对手都发出了明确信号。值得注意的是，2架 B-1B 超音速轰炸机及2架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上周二分别从挪威及北大西洋中部飞往冰岛附近的北极圈空域，对俄罗斯展示武力。美国空军表示，在冰岛海岸对出执行轰炸机特遣队任务，是为了演练在新环境展开夜间行动的飞行技术。观察指，这显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升级。挪威与俄罗斯接壤，过去俄罗斯一直对北约在两国边界附近的演习持谨慎态度。近来的局势紧张加剧了北约在欧洲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而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任汉斯·克里斯滕森就认为，美国轰炸机在敏感的北极地区飞行，可能会更让俄罗斯认为北约是一个威胁，而且越来越严重，这反而会让俄罗斯更积极推动军队现代化。这样的场面让人联想到了冷战时的竞争互动。北极地区因为是在冷战期间，其实就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这种博弈的一个前沿。北极冰幕之下，尤其是在这个北冰洋深海的话，两国核潜艇之间的这种猫鼠游戏从来没有中断过。那么北极重新成为了两国在这个地缘政治博弈的一个新的舞台。那么我们看到这次美国试图一是向借助北约这个平台，另外一个呢也拉拢这些北欧国家在北极地区向俄罗斯施加压力。此外，俄媒报道称，美国蒙特利号导弹巡洋舰、托马斯哈德纳号驱逐舰分别于上周5、周6进入黑海水域，俄罗斯黑海舰队对此保持了关注。蒙特利号导弹巡洋舰和托马斯哈德纳号驱逐舰分别可携带多达122枚和96枚战斧巡航导弹。分析认为，美国
国军舰进入黑海海域是企图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压力，拉拢黑海周边国家联合对俄施压，并保持北约的行动连续性，增强北约的凝聚力。进入黑海其实可以说是进入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后院或者是腹地，那么在这里可以对俄罗斯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在向他的就是像土耳其啊，或者是就是黑海沿岸这些他的这个盟友或者伙伴来传递信息，就是说美国又作为老大哥又回来重新站上了跟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这个前沿。但是我相信美俄两国一直是非常有经验的，能够管控住这种不测事件或者是防止危机爆发。据韩联社报道称，朝鲜周日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2枚近程巡航导弹，这是朝鲜自去年4月14号后11个多月来首次发射导弹，也是在拜登政府上台后首次试射。朝鲜在此时发射导弹究竟有何意图？美韩方面对此作何反应？朝鲜半岛的局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如何发展？来看看报道。韩联社周三援引韩国政府和军方的消息，朝鲜周日上午从西部地区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2枚导弹，飞行距离都较短。韩军方人士表示，正在分析上述导弹的具体参数。据悉，韩军探测到上述巡航导弹，为躲避雷达探测，巡航导弹会尽可能的低空贴地突防。不同于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采用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仅为 0.8 至 0.9 马赫，但可以自如改变航向，规避雷达波。朝鲜主要的战略意图有3个方面：一是对美韩本月份联合军事演练和2+2会谈的一种回应；二是通过导弹试射，进一步的话呢，来向美国的话显示出他的立场，用一种经常性的手段去发出警告；第三呢是通过试射导弹，警告美国的话呢，对朝鲜问题上不要抱有幻想，同时也是与美国相抗衡的一种战略要素。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只禁止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发射巡航导弹并不违反决议。有分析称，朝鲜通过低强度的武力示威，试探韩国和美国的反应。事实上，2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方官员周二就向路透社披露了朝鲜此次发射活动，但拒绝透露有关详情。对此，美国国防部不予置评。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没有立即回应媒体询问。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美韩方面称朝鲜此次发射导弹的时间是周日，但朝鲜方面截至目前也并未就此予以证实。而且一向对朝鲜发射活动敏感的韩国，第一时间并没有公布消息，而是3天后才披露。另外，最先报道此消息的也并不是韩国方面，而是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周二爆出，朝鲜发射导弹的消息先由外媒而非韩军公布，是极为罕见的，也引发外界高度质疑。针对外界质疑，韩军人士解释称，军方担心情报力量暴露等，并没有每次朝鲜发射巡航导弹都予以公布。此次朝鲜发射导弹，韩国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布，而是3天之后才公布。我觉得这里边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的话呢，对于导弹的性质，他们要做出判断，是吧？到底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点上，尽管它称是2枚巡航导弹，但是和美国的口径不一致，判断也是不一样的。那第二的话呢，它主要是对这个朝鲜这次发射导弹，不想与美韩的联合军演和2+2会谈呢，形成关联。我觉得在这里边的话呢，它还有一些顾忌。针对朝鲜此次发射导弹，有美国官员表示，这展现出朝鲜对拜登及其政府的挑衅之意。然而，拜登周二谈及朝鲜发射巡航导弹一事时表示，我们了解到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他同时否认这是来自朝鲜方面的挑衅。According to the Defense Department, it's business as usual. There's no new wrinkle in what they did.
也有美国政府高层官员淡化朝鲜发射巡航导弹的影响，称拜登总统仍然对与朝鲜对话持开放态度。他们称，拜登政府即将完成对朝政策评估，新一届政府重新审视对朝政策的工作处于收尾阶段。下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将与日韩有关官员进行讨论。但据韩联社报道，就在朝鲜发射导弹前后，美国多架侦察机飞临韩国上空。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美军探测到朝鲜导弹基地的动向后，预先执行飞行侦察任务，并应对朝鲜再一次发射。在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寻求与朝鲜接洽。美韩两国上周还在外长与防长2+2会谈中表示，双方要紧密合作，解决朝鲜核武和导弹问题视为首要任务。但朝方对美方有关提议已读不回。迄今，朝美仍未恢复接触。朝鲜副外相崔善基上周还警告，在华盛顿放弃敌对政策与解除制裁前，朝鲜绝不会与美国接触或对话。此外，本月8号至18号，美韩还举行了联合军演，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两国首次实施联合军演。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严厉批评韩国，称例行性防御大幅度缩小是韩国当局玩弄的文字游戏。因此，有舆论认为，朝鲜在这一时点进行同时针对韩国和美国的武力示威，似乎在释放某种信号。朝鲜这次发射导弹，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用武力来威慑美国和韩国。朝鲜在这里的用意的话，还是蛮深的，啊。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半岛的局势的话呢，并不乐观。特别是的话呢，要想出现转机，那么至少的话，美朝双方在各自关键问题上要做出一种让步。但是这种让步的迹象我们现在看不到。所以从总体上看，半岛的局势应该说走势并不明朗。